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外卖的，走地下通道，别弄脏大堂。门卫老张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我要去28层顶峰科技。”林晨平静地回答：“28层，小兄弟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”董事长办公楼层。老张嗤笑一声：“你确定不是送错地方了？”银泰大厦的大堂里，几个穿着西装的白领侧目而视。前台小姐皱着眉头，保安已经在对讲机里通报情况。所有人都认定这个骑电动车拿保温盒的男人只是个迷路的外卖员，但他们都猜错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二上午9点20分，城西商务区刚刚下过一场小雨，空气中还带着湿润的味道。银泰大厦在雨后显得格外干净，玻璃外墙反射着刚刚透出云层的阳光。一辆普通的电动车在大厦门口停下，车主是个看起来30出头的男人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白色 T 恤已经有些泛黄，脚上是一双明显穿了很久的黑色运动鞋，头发因为刚才的小雨还有些湿润，整个人看起来有些疲惫。这个男人叫林晨，34岁，他手里拿着一个保温饭盒，还有一把折叠的不太整齐的黑伞，兜里装着一部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手机，身上隐约有股消毒水的味道，那是刚从医院出来的标志。林晨看了看手表，深吸一口气，朝银泰大厦走去。门卫老张正坐在保安亭里看手机，余光瞥见有人朝大楼走来，抬头一看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哎，外卖的！老张从保安亭里站起来，地下停车场有专门的通道，别走正门。林晨停下脚步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要去28层顶峰科技。”老张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看到他手里的保温盒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。28层，小兄弟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那是董事长办公楼层。你确定不是送错地方了？我确实要去28层。林晨的语气依然很平静。老张嗤笑一声：“行，我问问。”他拿起对讲机：“保安是吗？又来一个想混进28层的，说是送外卖的。”对讲机里传来模糊的回应声。老张放下对讲机，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林晨：“你等着，我让保安下来看看。”大堂里有几个穿着西装的白领正在等电梯，听到这边的动静，纷纷侧目。一个女士小声对旁边的同事说：“现在外卖员什么地方都敢去。”林晨没有理会这些目光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。他的眼神看向大堂里的装修，简约的现代风格，白色大理石地面，银灰色的墙面，中央是一个不算奢华但很体面的接待台。这一切他都很熟悉，只是今天他是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站在这里。过了几分钟，电梯门开了，一个穿制服的保安快步走了出来，就是他。保安队长小黎走到林晨面前：“兄弟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28层是总裁办公室，不是一般人能去的。我要找顶峰科技的人。”林晨重复道。小李和老张交换了一个眼神：“你有预约吗？有介绍信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不行，没有预约不能上去。你要送餐的话，走地下通道，那边有专门的货梯。”林晨看了看手表，已经9点25分了。我真的需要上去，不行就是不行。老张态度更加强硬：“这里是商务楼，不是菜市场。什么人都能随便进。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在看热闹。有人掏出手机
准备拍照。就在这时，电梯门又开了，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年轻女士走了出来，看到门口的骚动，皱着眉头走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王小姐，这人说要去28层送外卖，我们不让他上去。老张赶紧解释，这个王小姐就是前台接待王丽，25岁，长得还算清秀，但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高人一等的表情。他看了看凌晨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：先生，外卖走侧门，那边有标识，我们公司有规定，送餐人员不能影响办公环境。我不是外卖员，凌晨解释道，我要见你们负责人。王丽翻了个白眼，见负责人？你有预约吗？知道程序吗？我们沈总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见的吗？旁边等电梯的一个客户小声说，现在什么人都敢来，真是的。另一个人附和道，就是保安怎么管的？王丽听到客户的议论，脸上露出了优越感。先生，请您配合一下，不要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。侧门在那边，以后送外卖都走那里。凌晨看着他，眼神中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这张脸他有些印象，似乎是1年前新来的员工。我说了，我不是送外卖的。那你拿着保温盒干什么？王丽指着他手里的饭盒，装什么装？一看就是送外卖的。凌晨深吸一口气，看向电梯方向，我需要上去。不可能。王丽态度坚决，没有预约，没有证件，什么都没有，凭什么让你上去？就在这时，电梯门再次打开，几个穿着商务休闲装的上班族走了出来，看到门口围着这么多人，好奇地走了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问道。一个送外卖的非要上28层，我们不让。王丽向他们解释，28层。眼镜男笑了，那是总裁层，外卖员也敢去？就是，现在这些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另一个女员工附和道。凌晨听着这些议论，脸上依然保持着平静，但握着保温盒的手明显紧了紧。算了，我自己上去。他走向电梯，站住！保安小李伸手拦住了他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上去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是规定。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。凌晨看着眼前这些人，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大堂，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3年了，他已经3年没有正式踏进这里了。让他上去。突然，一个声音从人群后面传来，大家回头一看，是一个穿着朴素但很干净的中年女人，大概40多岁，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。张姐。王丽有些意外，这个女人是财务部的张姐，在公司工作了快5年，算是老员工了。她远远地看了凌晨一眼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让她上去吧，别在这里堵着了。张姐说道。可是张姐，她没有预约。王丽还想争辩，我说让她上去。张姐的语气很坚决。保安小李有些犹豫，张姐在公司的地位不低，而且是老员工，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。那好吧，小李让开了路。凌晨点了点头，算是对张姐表示感谢，然后走向了电梯。王丽气得脸色通红。张姐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？不会出事的，张姐淡淡地说，然后也走向了电梯。电梯门缓缓关闭，里面除了凌晨和张姐，还有刚才那几个围观的上班族。空间瞬间变得压抑起来。戴眼镜的男人皱着眉头，明显对凌晨的存在感到不快。他往角落里挪了挪，尽量远离凌晨。一股消毒水味，真难闻。一个女员工小声嘀咕道：“保安真是越来越松了。”什么人都放上来。另一个男员工附和，
电梯里的气氛很尴尬，除了张姐，其他人都在刻意避开林晨。林晨静静地站在角落里，看着电梯里显示的楼层数字一层层往上跳，15层、16层、17层，每一层都载着他的回忆。18层是技术部，那里有他亲自招聘的几个核心程序员。19层是市场部，当年为了抢一个重要客户，他在那里连续加班了1个月。20层是人事部，王经理就是在那里被他从一个普通业务员提拔为主管的。每一层楼都有他的故事，到底要去几层？戴眼镜的男人有些不耐烦。28层，林晨简单回答。28层，几个人面面相觑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电梯里的人更加困惑了。28层是总裁办公室，平时连公司中层都不一定能随便上去。这个送外卖的真要去那里？22层、23层、24层，电梯在25层停了。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看到电梯里的情况，他有些意外。这位是送外卖的，要去28层。戴眼镜的男人解释道。年轻人更加困惑了。28层，那里不是，就是，我们也觉得奇怪。年轻人看了看林晨，眼神中带着怀疑。兄弟，你确定地址没错？28层是总裁办公室，没错。林晨依然很平静。26层、27层，到了。电梯停在了28层。林晨准备走出电梯。几个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他还真敢去28层，等着被轰出来吧，估计连门都进不了。林晨走出电梯，身后传来议论声。电梯门关闭的瞬间，他听到有人说：“我倒要看看他能待多久。”28层的装修比楼下更加精致，灰白色的主色调，简约而不失格调。走廊很宽敞，两边是透明的玻璃办公室，可以看到里面忙碌的员工。林晨站在走廊里，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。3年前，这里还是他每天都要走过的地方。那时候，所有人见到他都会恭敬地打招呼：“林总好，林总辛苦了。”现在，他站在同样的地方，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走廊里有几个员工注意到了他，开始窃窃私语：“这人谁啊？怎么上来的？看起来像是送外卖的。保安怎么回事？随便什么人都放上来。”议论声越来越大，很快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。有人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看热闹，有人拿出手机准备拍照。林晨没有理会这些目光，径直走向了尽头的总裁办公室。那里的门是关着的，门上的名牌写着总裁办公室沈志华。就在这时，左边一间办公室的门开了，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。这个人叫王经理，33岁，是市场部的主管。他听到外面的动静，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看到林晨的瞬间，王经理皱起了眉头：“谁让你上来的？”他的语气很不友善：“我们这里不订外卖。”林晨转过身，看着这个3年前还恭恭敬敬叫他林总的人，心情有些复杂。“我要见公司负责人。”林晨平静地说道。“负责人？”王经理冷笑一声：“沈总是你想见就见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周围围观的员工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在看热闹。有几个新来的员工拿着手机在拍照，遇到个奇葩，说要见沈总。有人小声说道：“估计是想来推销什么东西。”保安怎么搞的？这种人也放上来？王经理享受着这种被围观的感觉，他感觉自己在维护公司的权威。听着，他指着林晨：“不管你是来干什么的，
立刻给我滚下去！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保安队长小黎也气喘吁吁地从电梯里跑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真的上来了？小李看到这么多人围观，心里有些慌。小李，你们保安是怎么搞的？王经理质问道。什么人都往上放？小李有些尴尬。张姐让我们放行的。张姐？王经理更加生气了。张姐管得着保安的事吗？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整个28层的员工几乎都被吸引了过来。林晨站在人群中央，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。3年前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他亲自面试招聘的，现在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你到底是谁？王经理厉声质问道。什么身份赶来这里？周围的员工都在等着看热闹，有人甚至开始录视频，准备发朋友圈。林晨看了一眼王经理，平静地说道：股东。现场突然安静了一下，然后爆发出更大的议论声。股东？王经理愣了一下，然后冷笑起来。哪个股东？你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都是什么人吗？最大的那个。林晨依然很平静。最大的？王经理的笑声更大了。你知道我们大股东是谁吗？围观的员工们也笑了起来。这人脑子有问题吧？送个外卖还说自己是大股东，估计是想碰瓷讹点钱。王经理感觉自己掌控了全场，他走近林晨，用轻蔑的语气说道：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大股东是林总，人家身家几千万，做梦去吧！听到林总这个名字，林晨的眼神闪烁了一下。林总，他重复道。对，林总。王经理得意洋洋。我们公司的创始人、大股东林晨林总，人家现在身价几千万，不是你这种小角色可以碰瓷的。你认识他？林晨问道。当然认识。王经理自豪地说，我是他亲自提拔的。3年前我还只是个普通业务员，是林总慧眼识珠，把我提拔为主管的。说到这里，王经理的表情更加得意了。在他看来，能够被林总提拔，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事情。围观的员工们也露出了羡慕的表情。能被大股东亲自提拔，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那你应该很感谢他，林晨说道。那当然。王经理拍着胸脯，林总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是吗？林晨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，那是一张员工卡，虽然已经有些褪色，但还能看清上面的内容。卡片上有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年轻一些的林晨，下面写着林晨，职务董事长。看到这张卡片，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。站在远处的张杰脸色明显变了，他用手捂住了嘴巴，眼睛瞪得很大。这不可能，他小声嘀咕道。几个老员工也开始交头接耳。这张卡片上面的照片，难道他真的是？王经理夺过了那张卡片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冷笑道：假的吧？现在淘宝什么都能买到，这种假证件一抓一大把。假的。林晨看着他，当然是假的。王经理理直气壮，你以为一张假证件就能骗过我？我天天跟林总在一起工作，你以为我不认识他？那你说说林总长什么样子？林晨问道。王经理愣了一下，说实话，虽然他总是吹嘘自己是林总提拔的，但实际上他见过林总的次数并不多。3年前的那次提拔，他只是在人事部见过一面，当时林总还戴着口罩，因为刚从医院回来。这个，王经理支吾了一下，林总平时很忙，不是我们想见就能见到的，是吗？
林晨看着他，那我问你，3年前你被提拔的时候是在哪里？当然是在人事部。王经理马上回答，几月份？3月份，具体是几号？王经理有些心虚了，我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？3月15号，林晨慢慢说道，下午2点半，20层人事部。当时你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，领带打歪了，我让人事经理给你准备了一份新的劳动合同，月薪从4500涨到8000。听到这些细节，王经理的脸色开始变了。这些事情除了当事人，外人不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王经理结巴道。因为林晨看着他，是我亲自批准的你的提拔。现场彻底安静了，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。张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她的手在颤抖。你真的是？她的声音很小。张姐还记得我？林晨对她点了点头。张姐的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。林总，真的是您？这一声林总像炸弹一样在人群中爆炸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王经理的脸色变得惨白，他的身体开始摇晃，差点站不稳。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，这不可能。就在这时，总裁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。总裁办公室的门缓缓打开，一个穿着深蓝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。这个人就是现任总裁沈志华，39岁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看起来很有威严。沈志华本来是想出来看看外面为什么这么吵，但当他看到站在人群中央的那个熟悉身影时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。他的脸色从红润变成惨白，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，嘴巴微张，仿佛见到了鬼一样。林总，他的声音在颤抖。您怎么会？您不是在？现场死寂一片，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。所有围观的员工都傻眼了。刚才还在嘲笑林晨的人，现在都像被雷劈了一样，动弹不得。王经理更是脸色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，他扶着墙壁才没有摔倒。前台王丽这时候也从楼下赶了上来，想看看那个送外卖的到底怎么样了。结果一上来就听到沈总叫林总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这不可能！他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沈志华走向林晨，每一步都很小心，仿佛在走钢丝一样。林总，您怎么会？您这身打扮……他的声音里带着颤抖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林晨平静地问道。没有问题。沈志华赶紧摇头，只是我们都以为您在家里陪伴师母。我妈妈今天出院了。林晨举了举手里的保温盒，手术很成功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沈志华松了一口气，师母身体健康最重要。然后他意识到周围还有这么多员工在看着，赶紧转过身，紧张地说道：各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，现任大股东林晨。林晨接过话头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天气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这是真的吗？员工们爆发出惊讶的议论声，有人甚至忍不住爆了粗口。王经理已经彻底没有了血色，他的腿在发软，如果不是靠着墙，肯定已经瘫倒在地上了。林总，我刚才……他想要解释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前台王丽也傻眼了，他想起刚才自己对林晨的态度，想起自己让他走侧门，想起自己说的那些话，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我不知道，他结巴地说着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保安队长小李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他想起刚才差点把林晨轰出去的事，
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。林晨看着眼前这些人的反应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。3年前，他因为母亲患癌症需要全心照顾，主动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管理，把经营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沈志华。那时候他以为3年的时间不算长，等母亲病情稳定了，他还会回到这里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仅仅3年时间，就有这么多人不认识他了。当然，这也跟他平时很低调有关系。即使在公司最忙碌的时候，他也很少在办公区域露面，更多的时间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，或者外出谈业务。加上这3年来，公司招聘了不少新员工，不认识他的人确实很多。但今天发生的这一切，还是让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讽刺。各位，沈志华看到场面有些混乱，赶紧维持秩序，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吧，不要围观了。员工们慢慢散去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震惊和困惑的表情。有人走的时候还在回头看，仿佛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。很快，28层就只剩下了林晨、沈志华、王经理、张姐和几个核心员工。林总，沈志华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您今天来是有些事情需要处理。”林晨说道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沈志华赶紧点头：“您请进办公室，我们慢慢谈。”不用，林晨摆了摆手：“就在这里说就行。”他掏出手机，点开了一个应用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份股权证明文件：鼎峰科技集团注册资本1000万，我持股51%。他念道。看到这份文件，沈志华的脸色又变了。虽然他知道林晨是大股东，但看到这个数字还是感到震撼。3年来，公司发展得不错。林晨继续说道，年营业额从当初的500万增长到了现在的3000万，这个我一直在关注。您一直在关注？沈志华有些意外。当然，林晨看了他一眼，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怎么可能不关注？是的，是的。沈志华连连点头。您说的对，经营方面你们做得很好。林晨的语气很平静，但是有些人和事需要处理一下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几个人都紧张起来。林晨的目光转向了王经理，后者正靠着墙壁，脸色惨白，冷汗直流。王主管，林晨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在王经理听来却像是地狱里传来的声音。刚才你问我找谁来着？王经理结巴得厉害，完全说不出完整的话。现在知道答案了吗？林晨继续问道。王经理的腿已经软了，如果不是靠着墙，肯定站不住。他想要道歉，想要解释，但一张嘴就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林总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我知道是您，我绝对不会。不知道。林晨打断了他，不知道不是理由。林总，求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以后一定。机会？林晨看着他，3年前我给过你机会，把你从一个普通业务员提拔为主管，你刚才不是还说很感谢我吗？王经理的脸更加惨白了，他想起刚才自己说的那些话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，去财务部结算工资，今天就走。林晨的话很简短，但很有力。林总，王经理想要求情，但林晨已经转过了身。沈志华在一旁看着，不敢插话。他知道林晨的性格，决定的事情很少改变。林晨又看向了楼下刚刚赶上来的前台王丽。王丽这时候已经哭了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林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您是，明天也不用来了。
林晨说道：“林总，求您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以后一定没有以后了。”王丽瘫坐在地上，彻底绝望了。她想起刚才自己的态度，想起自己让林晨走侧门的话，恨不得时光能够倒流。林晨然后看向了保安队长小李，后者吓得浑身发抖。保安的工作是维护秩序，不是歧视访客。林晨说道：“楼下的老张，这个月奖金扣掉，给他一个警告，你回去跟他说清楚。”是的，林总。小李连连点头，额头上的汗珠都掉下来了。处理完这些，林晨转向了沈志华：“公司的经营我很满意。”他说道：“但是员工的管理需要加强。”是的，林总，我一定会改进的。沈志华赶紧保证，建立完善的访客接待制度，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，一经发现立即处理。林晨继续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立刻安排人制定相关规定。另外，”林晨掏出手机：“我有个决定要宣布。”在场的人都紧张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我准备出售部分股份，林晨说道，把持股比例降到31%，出售的20%股份以内部价格出售给管理层和核心员工。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在场的人中间爆炸。沈志华瞪大了眼睛，张杰也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林总，您这是？沈志华不敢相信。我需要专心照顾我母亲，林晨解释道。公司的日常经营还是交给你们比较好，但是我会保留足够的股份，确保公司的发展方向不偏离正轨。那太好了！沈志华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张杰也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没想到自己居然有机会成为公司的股东。具体的股份分配方案，明天我会让律师拿过来。林晨说道，按照每个人的贡献和表现来分配。说到这里，他举起了手里的保温盒。最后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，他说道，我今天确实是来送饭的。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林晨打开了保温盒，里面是精心准备的营养餐，还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妈妈专用。我妈妈今天出院，手术很成功，这是我给她准备的庆祝午餐。他说道，声音里带着温暖。但是林晨的语气又变得严肃起来。我也是来送走一些不合适的人的。这句话让王经理和王丽浑身一颤，他们明白自己就是被送走的人。好了，事情就这些，林晨说道，我要回医院了，下午还要陪我妈妈做复查。林总，我送您下去。沈志华赶紧说道，不用，我自己下去就行。林晨摆了摆手，他走向电梯。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这个熟悉的办公环境。对了，他说道，以后不管什么人来公司，都要礼貌接待，你永远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。说完，他按下了电梯按钮。1个月过去了，顶峰科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王经理离开后，去了另一家小公司做普通销售，收入比原来降了一半。刚开始他还有些怨恨，但慢慢的，他开始理解林晨的决定。在新公司里，他学会了尊重每一个人，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。有一次，他主动帮助了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外卖员，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公司一个重要客户的儿子。前台王丽现在在楼下的便利店当收银员，收入也比以前少了很多，但他现在对每个客户都很礼貌，特别是那些外卖员和快递员，他总是会主动打招呼。门卫老张被扣了3个月奖金，这对他的打击很大，
但现在他学会了对每个访客都礼貌相待，不管对方穿着如何，他都会笑脸相迎。顶峰科技的新前台是一个40多岁的阿姨，叫李阿姨。她对所有访客都很和气，从来不会因为对方的外表而区别对待。公司还贴出了新的访客接待规定，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，违者将面临严重的处罚，包括但不限于扣薪、降职，甚至开除。股份制改革也顺利进行，沈志华分到了12%的股份，张姐和其他几个核心员工也都得到了相应的股份。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的高涨。这天上午，林晨又来到了银泰大厦，和上次一样，他穿着朴素，手里拿着保温盒。这次的保温盒里装的是他亲手煲的鸡汤。因为今天是他母亲的生日，医生说术后恢复期要多喝营养汤。门卫老张远远地看到他，立刻站起来，恭敬地鞠躬：“林总好。”老张，最近怎么样？林晨主动和他打招呼：“很好，很好，谢谢林总关心。”老张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林晨走进大堂，新前台李阿姨马上站起来：“林总好，请问您今天需要什么帮助？我去28层看看，顺便处理点工作。”林晨说道：“好的，请您慢走。”李阿姨礼貌地说道。电梯里，几个员工认出了林晨，都恭敬地打招呼。这次没有人议论他的穿着，没有人因为他手里的保温盒而说三道四。28层上，沈志华正在开会，听说林晨来了，立刻结束会议，匆匆走了出来。“林总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今天我妈妈生日。”林晨举了举手里的保温盒，给她煲了鸡汤，等会儿直接过去。“太好了，祝师母生日快乐！”沈志华高兴地说道。林晨在公司里转了一圈，看到员工们都在认真工作，气氛很好。张姐看到他，远远地点了点头，什么都没说，但眼神中充满了感激。一个新来的实习生不认识林晨，看到他的穿着，有些疑惑。旁边的老员工赶紧小声提醒：“那是我们老板。”实习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他没想到老板会穿得这么朴素。“记住。”老员工继续说道，“永远不要以貌取人。”林晨处理了几份需要签字的文件，准备离开。“林总，中午一起吃饭吧。”沈志华邀请道。“不了，我要回医院陪我妈妈。”林晨摆了摆手，他走向电梯。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亲手创建的公司，现在的氛围比1个月前好了很多，员工们的工作积极性很高，公司的业绩也在稳步上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歧视性的言论。电梯门缓缓关闭，林晨看着电梯里显示的楼层数字一层层往下跳，每一层楼都有他的回忆，但现在他更关心的是他的母亲。电梯到了1层，门开了，林晨走出电梯，朝大门走去。“林总慢走。”门卫老张恭敬地说道。“老张，记住我们上次说的话。”林晨停下脚步，“记住了，记住了。”老张连连点头，对每个人都要礼貌，不能以貌取人。“很好。”林晨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走出银泰大厦，阳光正好，街上有很多外卖员骑着电动车匆匆而过，他们为了生活而努力奔波着。林晨想起1个月前的自己，也是这样骑着电动车来到这里，被人当成了外卖员。但现在他明白，外卖员也好，老板也好，每个人都在为生活而努力，都值得被尊重。他掏出手机，给母亲发了个消息：“妈，
鸡汤包好了，马上过去。很快，母亲回了消息：好的，儿子，妈妈等你。林晨笑了，收起手机，骑上电动车，朝医院的方向驶去。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也洒在街上每一个为生活而奔波的人身上。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，穿着如何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着，而这就足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